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Hello， 大家好，我是 Red。你要有气无力，我要比较有中气一点吗？还是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身心灵工作者的单元。然后呢，我今天其实要介绍一位我已经认识很久的朋友。那我跟他的认识呢，是在他还没有投入到现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项目之前，他就跟我是朋友了。对，那以前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是2017-18年的时候，你做《看不见台湾》的那个片头动画。对，所以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位动画师。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电影的导演海哥，他就有说，我们的动画师人在爱沙尼亚。我说，爱沙尼亚在哪里？对，然后就说在欧洲啊，东欧，对吧？对，东欧三小国。然后海哥就说，哦，别人介绍的，可是我跟你说，跟他沟通，就是你跟他讲一下你的心里的想法，然后他就好像70-80% 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也不用太修改，他很厉害。就他好像跟你可以心电感应般的，就很顺畅的沟通。那后来我们又合作了，例如说《麻瓜通灵日记》的片头动画，也完全是你设计跟你制作的。我那个时候也觉得说，好像只要跟你讲一个 idea， 从你那边就会长出一朵花。然后那个花是你不会去做我喜欢的东西，可是你会去做我不知道原来我会喜欢的东西耶。对，所以就让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然后你也开始渐渐的在身心灵的领域有更多的深入。然后今天你怎么会来到今天这个身份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应该要从大概1年半、2年前说起，这样就是我那时候我还在爱沙尼亚，然后我在那边，然后就刚好遇到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今天要去按摩，然后说什么按摩，他就说 Lomi 这样，然后我想说 Lomi 是什么东西，没有听过。对啊，然后所以我就去体验完之后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很喜欢那个感觉，跟一般按摩很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就看到那个按摩师他的网站上面有说他要开课了，然后我想说那不然来去学看看。在爱沙尼亚学，对，然后那是爱沙尼亚的老师，然后他是去那个夏威夷上完课之后回来，然后就开自己的 Lomi 的 studio 这样。一边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好像我本来就蛮适合的，就是我说我的动作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学得很快，就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学蛮快，就老师示范一遍之后，我好像大部分就可以记得7-8成。据说你后来在爱沙尼亚就变成就是2种工作身份。你说你有时候就是在电脑前面就做动画，然后呢，有时候就转身就在诊疗床上帮人家做 Lomi， 然后你就说你觉得这样生活很平衡，不会一整天都在揉，或是不会一整天都在打电脑。对，没有错，我觉得蛮好的。坐在电脑面太久，就肩膀会痛啊，然后一直按那个滑水也会痛啊，然后一直画画也会痛啊，所以后来就可以起来，然后你知道动来动去，很像一种运动，又很像一种冥想。那瑞德今天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Lomi 它到底是来自哪里的一个疗法吗？ Lomi 它其实是从夏威夷来的一个疗愈方式，然后因为夏威夷他们有很多的那个他们的部落跟族，所以他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当家族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解决纷争、解决感觉，或是当下那个感受能够被讨论、被看见，然后被疗愈跟消化这样子。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不只是 Lomi 就是按摩，他们还会唱歌啊、跳舞啊，然后他们会讨论啊，就是他们会花蛮多的时间在整理这整个东西上面这样。所以它不会只是单一的，只是按摩啊。然后我学的这个叫做 Lomi， 它的全部的名字是 Temple Style， 它是一个夏威夷人，他大概80-70年前开始实施的一种比较新式的按摩，就是它是比较流动性的，然后它很像跳舞，然后他那时候是在一个夏威夷的 temple 里面施作，所以他就后来被称作 temple style。在寺庙里面跳舞。对，就他们的 temple， 因为他们的 temple 就不像我们台湾那种比较庄严的那种，它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主人他们就建了一个东西，他们就说是个他们的 temple 这边，那他们就会在里面做各式各样的疗愈。后来大家开始把这个方式拿出来，就是单独的分支出来，变成现在我正在做的这个 Lomi。对，它就只有 focus 在身体上面跟那个按摩的方式，然后但是它的手法不同的按摩师有不一样，但大致上就是它是一种非常流动性，从脚到头，然后从身体到脚的这种滑动式，用前背在按摩的一种方式。
据我所知 ，Lomi 好像不是你接触的第一个灵性工具，对吗？就短接触蛮多，什么灵摆啦，然后什么占卜啊，到后来应该是也是2-3年前，我开始就是上了那个西塔的课程这样子，然后上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在接客人，我就是偶尔的，就是给朋友或是给家人做一点点疗愈，或是我对我自己做一点挖掘跟调整这样子而已。哦，那你知道你有看过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就是1000他来我们节目，然后聊西塔，有，结果后来很多学西塔的人在下面就是留言非常激烈嘛。你对于1000在那个影片里面讲的西塔，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他说的其实蛮好，就是其实所有的疗愈都是看个人，然后它里面讲那些术语，其实你也不太需要，就是真的就是 take so seriously。你要上体检，还是你要上哪里，还是你要下去哪？其实就是看你觉得你对于那个感觉有没有，有的话就是了，没有的话你就用另外一个名词代替，其实真的没有差。我觉得西塔跟佛教跟基督教，然后跟所有东西，他们最后他们做的那个源头，做的那个世界，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是跟爱有关。然后我觉得西塔另外一个就是他说那个量子哦，但是量子它本身的那个基础其实就是你想象或者你看到即发生，所以我觉得在做 Lomi 的时候，碰到身体的时候，然后我会看到什么东西，好像是我看到，然后如果我看到它就是发生了，然后如果我带领什么能量下来或是什么能量出去，它就是发生了，这样。就一个不是刻意为之的，是，但是你只是看到这个发生，改变就开始发生嘛。对，就是这样。所以它就蛮奇妙，你可以用想象的方式看到它，你也可以真的看到它。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者我一点还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差别在哪里。我之前去内观，然后内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训练，就说要觉察自己的身体感受，可是要客观的观察。例如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任务只是要观察感受，就身体上面很物理性的感受而已。可是你即便你只是觉得我在观察冷热酸胀痛麻，除此之外还是有其他的感受会出现。我没有刻意的要去用内在的视力看到什么，可是它还是会发生。有点像是说它锻炼你用客观的角度去观察自己，结果你真的可以像一个科学家观察到自己是一粒一粒的颗粒，自己是能量的聚合，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觉得哇，所以这个不是用一个像冥想或是引导去做，而是我真的只是很客观的观察，它就会有这个状态。那你当初自己接受 Lomi 的时候，你觉得 Lomi 给你最大的震撼是什么？震撼哦，第一次被试做的时候蛮有趣，因为我那时候因为跟伴侣的关系有点摩擦争执，然后我在个人的那个就是 struggle 上面，然后结果我就去做 Lomi。刚去的时候，那个按摩师他就跟我说 ，Lomi 有一个效果是它可以帮你移除掉不属于你的东西，这样不属于你的感觉啦，或是情绪啊，或是记忆这样子。就是当按摩师在碰触我的指尖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断片的感觉。断片？你说像喝醉酒断片的感觉？就是突然一个空白，然后就什么东西就不见的感觉，好像东西被切掉，然后离开，切掉离开的那种感觉很强烈，就很奇怪。结束之后回到就是现实中生活中，就会一种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好像原本很多思绪的这杯水被倒掉了，就没了，就有点清空了，然后一切就回归到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按摩真的是很不一样。对，那你帮人家施作呢？你有什么神奇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个案经验吗？蛮多的因为我在接触个案的时候，我会蛮容易接收到他们身上各式各样的感觉跟情绪，然后有些是比较深沉的，然后有些是比较悲伤的，有些是比较快乐的。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有发现就是我可以读取到一些东西，然后一开始我不确定到底是我想象还是真实的，然后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讨论的话，我就会试着讲看看，然后都会有真的应对到，就是他们那时候当下的痛苦或是当下的悲伤跟问题，然后也有人就是来的时候是开心的，那我在按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然后就会有一种要爱上对方的感觉，因为他的那个能量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就会觉得很棒，然后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冲击是原来我是真的有办法就是读取到很多东西。然后一开始会觉得五花八门、眼花缭乱，觉得很有趣。但到后来，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去真的知道是什么，我只要让他们经过我出去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有东西需要进来，他们就会进来。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有被你施作过一次 Lomi 嘛。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也是用一种就是真的很陪伴讨论的方式在跟我聊，并不是说我读取它你身上就是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在腰部要把它弄走，你不是这种状态，你知道？你就说，你读取到了一个这样的讯息，然后你跟我核对，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深入的再去觉察更深。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你跟我聊到说，就是有一个讯息是。因为我们在推广身心灵嘛，其实很多就是像今天讲很明亮、很舒服，对。但是身心灵终究其实是要能够走到光明，是因为我们把内在的很多的黑暗都真的把它转化了。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只要一直面向的光明，黑暗会自动消失，我们还是需要去转身过来，去面对那些黑暗。有很大的成长会是在我回头过来，真的好好看它，好好的理解它的时候，才会明白那个黑暗在我生命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会得到更深的成长。得到那讯息以后，也不是马上就能够就是了悟，但是回家以后确实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时不时就是会想起那时候你跟我讲的话。好，那我们刚才说那么多，我们不如现在我们就请 Red 来示范一下，我可以当那一个案。我昨天没有去角质，也没有上乳液，大家请见谅。对。阿美给卡内给呀，伊给阿罗哈伊给卡拉伊给马路伊嘎玛那，伊嘎波诺，阿罗哈诺，阿罗哈诺。阿罗哈诺我觉得很舒服。我觉得 Romy 就是因为他直接有接触到身体皮肤，所以他那个能量跟那个整个身体物理性的整个松开是更直接的，对。所以你今天在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会读讯息嘛？刚刚因为金子释放来说我没有读到太多，但觉得最后把手放在你的背上面的时候，就是我只是放着的时候，有稍微感觉到一点点内心，不是内心，就是中间的一种不知道震动感。震动感，知道劳累吗？紧张，但我没有仔细的去想说到底什么，但是就是只是先感觉到这个这样，然后又短短的，所以我就只是稍微就是让它带过而已。确实，最近很劳累，我觉得很想要原地下班，我觉得太舒服了。你刚刚在动那个指尖的话，你有感觉吗？指尖我蛮喜欢的，但没有到断片。对，我会有一种啵啵啵啵啵啵，好像那个有一些东西好像被排解跟清理掉了的感觉。对，
然后我刚才自己会觉得，就是你在帮我推到我的腰的时候，那边的舒展性很好。那边很酸，那很深层的肌肉，虽然你很轻柔，可是很深层的肌肉好像一起都被推开了。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的是，你虽然在做的是疗愈，可是其实你没有带着我要疗愈你的心态在做。疗愈师本身没有试图要强加自己的某一些意念进去。所以这个东西反而让整个过程是变得很自由自在在流动的，然后这个东西会变得很轻松，就像你说，你觉得你做到现在已经变得像是一个管子而已，对，然后身体的有一些讯息可能被你读到，是劳累，是紧张，是需要被释放，很直觉性的读取讯息，然后你也不带着我一定要治疗好你或是改变你的那个心态在做。对啊，你自己会有这样子的过程吗？就例如说，曾经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你有带着过那种，我要给这个人帮助的信念吗？最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多少有一点，我觉得就会很想要，可以读到什么，或是可以跟对方讲什么这样。最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后来很快就其实就放掉，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当下，身体已经有想要讲很多的话了，我不需要再去多带什么任何的东西进来。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只是想要被看到跟听到而已，就这样。所以我只要在那边听到他们说话，跟感觉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如果想要多一点，我可以给，那我就给了；如果不想要的话，我就只要看着就可以了。其实我一直不觉得我是在疗愈别人，我只是觉得我只是接通了什么东西而已。然后因为很多人常常会觉得好像被其他人的能量影响。我疗愈这个个案，那个案的能量就会残留在我身上。对，尤其是按摩师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但是我从来其实没有这样觉得，就我常常都是只是觉得我在这边而已陪伴，所以其他都还是他们的，我还是我的。然后所以我从来不会有觉得很累的时候。我每次做完之后都会觉得，精神蛮好的，就是做了3个之后，晚上可以去打球之类的，就是在疗愈他人，就是这个过程中，他们被某一种能量疗愈，然后我自己也同时的也一起被疗愈的感觉。并不是你在给予一个服务，对，我从来不觉得我是给什么东西，也不是能量从我这边出来，都不是，都是别人从哪边来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上面或是哪边，或是他们自己的，其实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的，对啊。所以你说你之前学的那个加拿大老师，他之后也要来台湾推广，到时候你会陪伴他吗？对，我就要请他来台湾开课，因为我想要他就是很有经验的老师来做第一堂的这个推广，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尤其是他快退休了，所以赶快把他的那个知识都稍微多传承下来，传承多一点，他的感觉啊，他的技巧什么的。然后之后的话就靠自己，然后但是就是他11月的时候要来，然后我们会开一个4天左右的课程。然后是一个简单最基本的 Lomi 的手法，这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今天看这影片，觉得喜欢 Lomi 或者是喜欢 Red， 有相关的报名资讯会在我们的资讯栏可以去参考。好哦，那我今天我不想多说，我想要去休息。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来到一个，对，好像如梦似幻。对，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客户结束之后，他们的就是表情就是你喜欢看到这种茫茫的表情？对，因为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那个表情跟身体的姿态就会紧绷，然后结束之后就会坐在我沙发这样，然后都没有办法讲话，我就觉得不错。好，拜拜。拜拜。之前例如说你有在那什么，我突然间连那个名字想不起来，我真的是松到一个，我脑袋已经要就被解开了。开放式关系，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开放的人？